大家好，相信大家都知道了，带着月球背面岩石样本的中国嫦娥6号，北京时间2024年6月25日下午1点多，已经成功降落在中国的内蒙古。这是具有重大历史意义的壮举。今天肯定有一个国家像死了自己的亲妈一样难受，因为最不愿意中国成功的恐怕就是这个国家了。但中国科学家们稳扎稳打，到目前为止，探月工程100%成功率，在此向中国科学家们致以崇高的敬意。反观某大国波音公司的飞船事故频发，费了9牛2虎之力，才把2名宇航员送上了所谓的国际空间站，状况百出。现在他们的返程竟然一推再推，如果稍微解决不好，该国返回地球的2名宇航员可能会消失在茫茫宇宙中，想想多可怕！关于嫦娥6号，今天德国多家媒体报道的这一消息，我们先看看德国国家电视1台的报道。在太空飞行53天后，中国月球探测器返回地球。中国月球探测器嫦娥6号已经返回地球，在探测器中有来自月球背面的岩石样本。这次任务在技术上具有挑战性，被认为是一次巨大的成功。在嫦娥6号探测器返回地球之前，中国就已经通过本次嫦娥6号任务创造了太空历史，即中国首次成功的从遥远的月球背面采集到了样本。科学家们希望通过返回舱中的月球岩石和土壤样本，深入了解月球背面的性质，因为从地球上是永远看不到月球背面的。由于所谓的潮汐锁定下的自转，它总是向我们展示同一面。月球背面地质学上更令人兴奋。上世纪60年代和70年代的6次阿波罗任务只带回了月球正面的样本。然而，在欧洲航天局工作多年的太空专家保罗·费里解释说，月球背面在地质学上更令人兴奋，因为它更古老。月球正背面最大的不同是，月球正面的表面有更多的火山熔岩，它覆盖了旧的表层，所以这一侧的岩石样本相对较新，而月球背面的样本则来自月球的原始表面。地球引力很可能引发了月球正面更多的火山活动。与欧空局的合作，嫦娥6号探测器上还有一个欧空局仪器，它首次探测到了月球上的负离子。太空专家费里解释了为什么这对科学很有意义。月球没有磁场，也没有大气层，因此与地球不同，太阳风的带电离子直接撞击月球表面，与之相互作用，产生正负离子。这些离子实际上是月球表面组成的关键。目前尚不清楚欧空局是否会继续与中国就中国的后续嫦娥7号和8号任务以及其他项目开展合作。当德国电视1台每日新闻问及此事时，欧空局不愿提供相关信息，只是说目前还没有关于继续嫦娥7号和8号合作的决定。好，德国知识补充，不过根据第三方的消息，可能欧空局不会再与中国合作，一方面是出于竞争的考虑，另一方面很可能来自美国的压力，而不能再与中方合作。在此我们不得不提防欧空局，因为按照合作模式，参与此次嫦娥6号探月取样任务的各方都可优先获得本次取回的月球背面岩石样本，而这个样本特别宝贵。德国电视1台刚才说明了其原因，因为美国只有月球正面的样本，他绝对特别想得到中国此次取回的样本，但鉴于美方作茧自缚，立法禁止美国 NASA 与中方进行任何形式的合作，所以他只能期望从他的盟友那里迂回获得此样本，从法国啊，从意大利啊，或者从欧空局那里。而欧空局得到中国的样本后，是否会秘密与美方共享信息，中方无法管控，所以最后美方获得月球背面岩石的宝贵资料也不是不可能。中国人不要过于天真，永远要对他人多一个心眼，科学绝对是有国界的。美国立法禁止 NASA 与中国进行任何形式的合作，以及禁止中国参与所谓国际空间站，不就是最好的证明吗？好了，朋友们，我们继续看德国电视1台的报道。载人登月任务面临竞争，
其原因可能是中国和美国都计划在未来几年内执行载人登月任务，而欧空局在美国的阿尔特密斯登月计划中扮演着重要角色。猎户座飞船的一个重要模块来自欧洲，它在不来梅的空中客车公司组装，提供推动力，是航天器的核心部件。因此，前宇航员瓦尔特怀疑，美国对欧空局与中国的进一步合作并不乐意。中国的月球计划包括4个阶段，这次嫦娥6号任务是第3阶段的结束，接下来的2次嫦娥任务是第4阶段，也是中国人随后载人登月的准备任务。这将使中国人与美国人展开竞争。探月中的帮派格局，美国与中国目前都在为自己的登月计划寻找合作伙伴。美国制定了阿尔特密斯协议，在这些协议中，特别对未来月球探测的法律细节进行了规定。经过一番犹豫之后，德国也于去年9月签署了该协定，成为第29个签署国。就在最近，美国宣布斯洛伐克成为第42个签署阿尔特密斯协定的国家。前宇航员沃尔特说，中国正在与巴西、阿塞拜疆、巴基斯坦和沙特阿拉伯等新兴航天国家合作。中国希望通过月球计划将这些国家与中国捆绑在一起。俄罗斯的角色，前欧空局官员费里说，俄罗斯的计划肯定落后于中国。如今，太空中有2个大国，他们不再是俄罗斯或苏联和美国，而是美国和中国。前宇航员瓦尔特也持类似观点。他补充说，中国的技术是基于俄罗斯的技术，从上世纪70年代开始，但中国的技术已经发展到与俄罗斯技术毫无关系的地步。事实上，中国人现在对俄罗斯的航天技术嗤之以鼻，他们不再希望在航天技术方面与俄罗斯人有任何关系。中国和美国追求什么利益？根据目前的计划，美国将先于中国将宇航员送上月球。美国的阿尔特密斯3号计划于2026年9月执行，而中国的任务最早将于2029年正式执行。对美国来说，月球是通往火星的中转站。在这个地球的卫星月球上，他们想学习如何与人类一起在太空中生活一段时间。由于月球距离地球较近，约有40万公里，因此是试验太空生活的好地方。在有生命危险的情况下，可以在3天之内飞回地球。阿尔特密斯任务的科学性质旨在帮助推进太空探索，例如月球上的水冰可以被融化和分解，以便从中获取火箭燃料、氧气和氢气。还有人设想在某个时候从月球飞往火星，由于月球的重力只有地球的1/6，所需的燃料会更少。前宇航员沃尔特说，对中国人来说，登月是一项面子和技术工程。一方面，这是对年轻人的教育，年轻人应该对此着迷。他们还希望推动技术进步。如果你看看中国的5年计划，里面写得很清楚，我们需要新技术，正是技术的驱动力。这也是中国正在实施非常广泛的月球计划的原因。他们希望用许多卫星覆盖月球，进行月球观测，实施多次落月，并从2029年开始进行载人登月。月球上的军事利益，从今天的角度来看，将月球用于军事目的，并在那里部署武器，似乎并不合理。月球距离地球太遥远，不适合这样做。不过，冷战期间已经有了将月球军事化的计划，但被否决了。然而，无论如何，太空军事化已经在低地球轨道上展开。作为关键基础设施一部分的卫星正在那里运行，来自地面的极光攻击、用导弹进行的反卫星试验，以及接近敌方卫星的演习，都成了现实场景。好，朋友们，我们来看看一家奥地利媒体《奥地利标准报》怎么报道中国本次嫦娥6号探月取样任务的。珍贵的首秀，中国首次将月球背面的样本带到地球。嫦娥6号任务取得了成功。载有岩石样本的太空舱在中国北部着陆，它们将为月球的形成提供新的见解。中国迄今为止最雄心勃勃的月球任务可能已经取得了成功。中欧标准时间星期二清晨，嫦娥6号探测器的返回舱抵达地球，它带着珍贵的货物，约2公斤
来自月球背面的岩石降落在中国北部的内蒙古，科学界对此寄予厚望，因为在此之前从未有过来自月球背面的样本可供分析。几十年前，美国宇航局 NASA 的阿波罗任务和苏联的月球计划将几百公斤的月岩带到了地球。那么是什么让嫦娥6号的岩石如此有趣呢？它们可以提供以前不可能了解的月球历史和太阳系早期的情况。这是因为这个新样本来自月球南极艾特肯盆地的阿波罗环形山，这是月球上最古老、最大的撞击坑，也是太阳系中最大的撞击坑之一，直径约2200公里，深10多公里。月球数据宝藏。那次巨大的撞击发生在43亿年前，被认为撞穿了月球的地壳。研究人员希望在本次中国探月任务的样本中看到来自月球地幔的碎片，这将提供有关月球形成和太阳系早期的新信息。中国科学院的邱宗宇说，月球背面和正面有很大的不同，例如在月壳厚度、火山历史和地质化学成分方面。最根本的科学问题是，这些差异是由什么过程造成的？配图说明，珍贵的残骸，贵重货物已被保护起来。年轻的月球曾被液态岩浆的深海所包围，随着岩浆的冷却，形成了今天可见的月球岩石。嫦娥6号在阿波罗环形山火山土壤上的着陆点，也可以为测定火山岩月球表面的年代提供进一步的数据。研究人员还希望在样本中找到月球上较小撞击的痕迹，这不仅有助于更好地了解陨球早期历史中的作用，还能提供有关地球撞击历史的新信息。配图说明，嫦娥6号月球着陆器在6月初到达月球的背面，时间紧凑的计划。这项技术上极具挑战性的行动只用了不到2个月的时间。5月3日，嫦娥6号才从中国海南文昌航天发射中心发射升空。6月初进行了复杂的着陆。由于无法与遥远的月球进行直接通信，中国国家航天局此前已将自己的通信卫星送入月球轨道。嫦娥6号本身由4个部分组成：着陆器、上升器、轨道器和返回地球的太空舱。紧凑的任务时间表显然按计划进行。6月初的着陆是自主进行的，嫦娥6号在钻头和铲状机械臂的帮助下立即开始工作。随后，收集到的岩石样本被打包，并利用上升器带回月球轨道。在那里，轨道器与上升器对接，进行样品转移，并于6月20日带着月球样本返回地球，在地球上投放了返回舱。配图说明，探测器降落在月球最大撞击盆地的一个叫陨石坑丰富的区域。雄心勃勃的登月计划，与之前的中国探月任务一样，嫦娥6号也携带了来自其他国家的仪器。探测器携带了来自法国、意大利、瑞典和巴基斯坦的设备和装置。与之前的任务一样，中国希望将月球背面的岩石样本提供给其他国家的科学家。这是中国自2007年以来的第6次月球探测任务。上次嫦娥5号将月球正面的样本带到地球上是2022年。此前只有美国和苏联实现了这一目标。2019年，中国还首次用嫦娥4号探测器在月球背面着陆，并对那里的地形进行了勘探。中国正在为其雄心勃勃的航天计划投入数十亿欧元资金，并希望在这一领域赶上美国。中国希望最迟在2030年进行载人登月任务。从长远来看，中国还计划在月球南极附近建立一个研究站，该项目将与俄罗斯和其他合作伙伴共同实施，并与美国的登月计划竞争。好，朋友们，与各位分享了德国以及奥地利德语媒体报道后，我们接着先看看奥地利标准报的网友评论，按关注度的多寡来翻译。第一条评论：祝贺中国科学的飞速发展，确实令人印象深刻。下一条评论：太棒了！作为欧盟敌人的中国人，在技术和科学上远远领先于我们。我们把计划用于农田恢复自然的资金重新分配到科学资助上，并没有什么卵用。下一条评论：这位网友跟帖说，
我们奥地利农村人口有自来水和下水道，也可以喝水龙头的水。我们的少数民族不必担心会消失在劳改营中，我们还有更多好的地方。下一条评论：中国从月球获取原始样本，南朝鲜从邻国获取粪便样本，这是什么样的时代呀？下一条评论：这是不行的，我们需要制裁中国来保护欧空局。德国知识点评：估计这位网友是在讽刺欧盟对中国电动汽车征收惩罚性关税，美名曰保护欧洲汽车产业。下一条评论：如果所有国家都能为研究利益共同努力，那才是高度文明。但对于中国、俄罗斯等烂国家来说，这当然是不可能的。下一条评论：中国公布了很多数据，但不像美国宇航局和欧空局那样宽泛。美国宇航局甚至有义务依法公布所有数据。德国知识点评：从这位的发言可以发现，西方人被洗脑得多彻底呀！他们竟然相信美国公布所有数据。如果不是特别关心航天，欧洲这里或者西方这里的普通人根本不知道，中国被美国恶意禁止参加国际空间站项目，以及禁止与 NASA 有任何形式的合作。下条评论：竞争有刺激作用。在这篇文章中，我们可以很清楚地看到，中国向国际开放月球样品和研究，法国、瑞典和意大利等烂国家也参与了这项任务。下一条评论：挺好的，我只是想知道，中国作为一个发展中国家，在许多国家的支持和帮助下，为什么能够完成数十亿欧元的登月计划？一方面，中国的大部分人口仍然过着发展中国家的生活，另一方面，中国却在为国内一小部分人建设和扩建现代化的大型城市、基础设施等，而且显然还有数十亿欧元的盈余。对我来说，这是有问题的。下一条评论：我想你把中国和印度搞混了，还是你过去30年来一直待在山洞里？下一条评论：因为中国人考虑长远，在西方，我们的思考只持续到下次选举，而在中国，他们的计划远不止于此。下一条评论：很佩服，中国人已经有所作为，而美国却需要俄罗斯人或他们憎恨的南非人马斯克才能到达国际空间站，这简直是那个自吹自擂的世界统治者的耻辱。下一条评论：这个太空项目应该以人类而非国家的身份来看待，不幸的是，我们的民族主义仍然阻碍着我们。下一条评论：完美的伪造项目降落在无人能见之处，原始样本还无法比较。下一条评论：这位网友跟帖：这次中国再次分发给国际研究团队的原始样本当然也是假的咯。下一条评论：要么你是想挑逗，要么纯粹是为了引起人们对你的奇怪评论的反应，至少你在我身上是成功的。要么你是一本正经的胡说八道，要么你有太多的偏见。出于意识形态的原因，你妖魔化来自中国的任何事物。现在我们来看看德国国家电视1台的网友评论。第一条评论：还从德国获得近5亿欧元发展援助的中国吗？我们点击进去看看跟帖吧。下一条评论：这个项目嘛，至少我们的钱用在了刀刃上。下一条评论：还有人说中国的发展援助是浪费钱，德国把中国变成了航天强国。下一条评论：发展援助硕果累累，太好了。下一条评论：与此同时，德国在划分不同性别。下一条评论：我们正在创造72种性别。下一条评论：我们向中国支付发展援助，我们是世界上最愚蠢的国家。下一条评论：我认为德国迫切需要发展援助。下一条评论：也许哈贝克应该向中国人讲清楚，这样的东西到底会产生多少二氧化碳，中国人会很高兴的。下一条评论：是的，太尴尬了吧，中国人取得的原始样本完全不同于美国的。下条评论：中国人飞上了月球，
德国人通过创造不同性别回到了石器时代。下条评论。与此同时，德国继续提供武器，驱赶和杀害手无寸铁的人们。好，朋友们，我们最后来看看德国《时代报》的网友评论。第一条评论：我们还向中国支付多少发展援助？下条评论：伟大的成就，热烈祝贺。下条评论：中国人在登月，德国在许多领域，比如在数字化方面完全落后了。下条评论：祝贺参与的科学家和工程师们，这是一项伟大的成就。下条评论：这次探月任务的成功是一个极好的例子，说明非载人任务如何能以相对较少的成本推进研究，而不是在载人任务上浪费数百亿欧元，把机器人送上月球和火星，比建造巨型火箭把人类送上月球和火星要有意义得多。下一条评论：中国可以从月球顺利返回，而德国的铁路都开不了，服务市民的办公室也关门。下条评论：中国政府中国航天局的说法有任何独立的证实吗？下条评论：多么伟大的事情呀！可以用有60年历史的俄罗斯航天技术做到这样的事。20世纪70年代，在经历了无数次失败之后，苏联也在月球上安装了返回系统，并带回了几克月盐。中国人也不甘示弱，带回了1.7公斤。阿波罗任务收集到387公斤。德国之士说明，这个网名叫 Tom China 的账号很明显是一个专门用来发仇恨中国言论的网军账号。至少5年来，只要与中国有关的报道，这家媒体的读者评论上肯定都有用这个账号发表的恶毒评论，所以接下来的他的一些评论根本就不值得翻译。这不是1450，就是西方某大国资助的反华网军。好了，各位，今天翻译关于嫦娥6号成功从月球背面取样返回地球的德语媒体报道就到这里了，非常感谢大家，我们下期见。